大家好，有贵客来临时呢，通常是铺上红地毯，而乡野间呢，被逼着铺上杂草抑制席，也算是给予不速之客杂草很大的尊重了。而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呢，就是今年最大的写照啊。今年的雨水特别多之外呢，高估自己的能力事情也变得特别多了。前面一失控呢，就出现了眼前的景象了。因为雨水多的缘故呢，附近家庭种植日前也还在弃守中啊。而目前已经开始有降温的现象前院空间比较大，就得提早进入整理了。除草作业前呢，先将设施或是环境调整，思考一下工序的规划与安排了。除草的同时呢，就可以顺道一起进行施作。中间这槽目前是先当成堆草槽使用，等晒干之后呢，会就地烧成草木灰啊。进行掩埋后呢，今年打算改成长天期作物蒜头种植啊。首先来看一下不同品种的落梨进度啊。落梨感觉虫害比较少只要腾出空间，生长的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了。而不同品种的落梨呢，叶片长得不一样之外转红的叶片就很有赏叶的效果啊。由于这中间种植区域位置比较高外围又有环绕水池围住现在所采的位置就算不浇水了，也很容易维持一定的湿度啊。土壤的结构呢，在蚯蚓的帮忙下，土表约5公分会非常疏松啊。而为了减少日后的除草时间呢，决定将没有种植的位置铺上杂草抑制席啊。整地的方式呢，并非将走道铺平而是将内部略微垫高。除了方便排水之外呢，一旁土壤随着水滑落时呢，就可以尽可能的就留在外侧这样方便清理之外呢，也可以降低长草。毕竟杂草抑制席上呢，若是有土呢，一样还是会长草。而一不小心呢，就发生了脚架摔落水池的状况幸好水池里呢有多位大将大叶扶贫，撑住了第一个意外。看着影片觉得新鲜或是有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不是您的手机不然更有趣的是还会有水中精灵出现问您是掉落金手机或是银手机的故事后续了。这种杂草抑制席防草的效果非常好也很耐日晒与风吹雨淋水池旁已经覆盖了几年都没有问题唯一会降低防草效果的原因，就是杂草抑制席被人为或是生物弄出破洞只要有破洞的地方呢，就可以见识到杂草的生命力至于杂草抑制席的尺寸呢，宽度是从2尺往上加1尺的宽度价格是台币165元整卷长度有50公尺。眼前的这一卷的宽度是2尺50公尺宽整卷价格则为330元。而现在固定杂草抑制席的器具呢，是使用自己剪裁的粗铁丝在固定的时候有个小技巧先将铁丝穿过杂草抑制席后呢，才敲进土里若是直接敲进去很容易刚好压到抑制席的缝合线经过拉扯后呢，会导致抑制席变形。而发生的第二个意外是这只四眼狗它在台风连续降雨前出现因为一直下雨，就让它在老家这边躲雨原以为只是只小狗肚子却一直大起来。对于人呢，一直保持敬畏的距离打胎
结扎休养10几天后又被放回来。一个很大的意外，它既然会主动靠这么近啊，不知是因为好学还是好奇心使然哈。家里有养狗的，恳请记得结扎啦，不然后续真的会很麻烦。施作完毕之后呢，日后马上省事不少哈。若是出现不服帖的位置呢，可以用剪刀将抑制洗剪出缺口啊。概念就像在贴酸痛药布一样啊，这样铺设会更有弹性啊。而若是杂草抑制洗比较宽呢，在侧边的位置可以让它立起来，这样滑落的土壤会往抑制洗下方跑啊，对于防草效果会更好啊。这日后只需要1年翻起来调整一次就可以了。尽量让抑制洗上方是干净的啦，不要试图用土壤去压住杂草抑制洗啊。有土时有草哈，避免草根会穿破抑制洗。接下来一旁就可以开始松土晒土的工作了。据亲戚说呢，菠菜撒种后一直没有出芽，不过个人在后院阴凉处呢，2个星期前就已经会出芽了，于是立即再测试看看哈。而先见之明呢，顺道做了防狗措施啊，果然一旁马上遭受狗害哈，只好再补上一道措施啊。可行之后呢，又可以进行种植了。谢谢收看。